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真的是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个案例简直是两岸婚姻中的典型代表，也是我多年红娘生涯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案例。我跟你们讲，两岸通婚现在可不少见，但是文化冲突那是真的不少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，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那可是有着天壤之别啊。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美女小陈和她的台湾老公阿伟。小陈是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灵，温婉大方又有才华，年薪40多万，在大陆绝对算是高薪白领了。而阿伟呢，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两人是在一次两岸科技论坛上认识的。说起这段姻缘，那真的是一见钟情。阿伟被小陈的知性美和专业能力所吸引，小陈则被阿伟的绅士风度和幽默感所打动。他们恋爱期间那叫一个甜蜜啊！阿伟隔三差五就飞到南京看小陈，带着各种台湾特产、凤梨酥、太阳饼、台湾高山茶，还有那些精致的文创小物，把小陈哄得心花怒放。小陈的闺蜜们都羡慕不已，直呼姐妹，你简直捡到宝了。半年后，阿伟向小陈求婚了，那场面我听小陈描述，简直浪漫的不要不要的。阿伟在台北故宫前的广场上，在夕阳的余晖中单膝跪地，手捧着一枚钻戒，深情地说：小陈，我知道要你离开家乡来台湾不容易，但我保证会用一生来爱你，疼你，照顾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陈当然是激动的点头答应了。随后，两家人开始筹备婚礼。这时候，第一个文化差异就出现了。台湾这边的婚礼讲究的是6礼：下聘、过订、订婚、安床、迎娶上头门，仪式感十足。而小陈家乡南京这边，现在年轻人的婚礼大多是西式婚礼加上简化版的中式传统，但这都不是问题。小陈是个开明的现代女性，很乐意尊重未来公婆的传统。她甚至主动学习台湾婚礼习俗，买了好几本相关书籍，认真研读。我真的很欣赏她这种态度，毕竟两个人结婚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嘛。婚礼当天，在台北市内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，场面热闹非凡。台湾这边摆了20桌，阿伟的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小陈的父母和几位近亲也从南京飞过来参加。我作为红娘，当然也受邀出席了。新娘小陈穿着中式凤冠霞帔，又换了西式婚纱，最后还穿了一套时尚晚礼服，3套衣服轮番上阵，美得不得了。阿伟的大学同学还开玩笑说：阿伟啊，你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娶到这么漂亮的大陆妹仔。婚礼过后，小陈正式搬到台北和阿伟同住。刚开始的蜜月期，两人甜甜蜜蜜，小陈还经常在朋友圈晒台北的美食美景，羡煞旁人。他还发了不少台北的高级商场照片，101大楼的夜景，还有他们住的小区环境，确实比南京他原来住的地方要好不少。很多不了解情况的大陆朋友可能会有误解，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虽然近年来台湾的 GDP 总量和大陆有差距，但人均水平还是很高的。特别是在台北这样的大都市，生活品质那是相当精致。阿伟家就住在信义区的高级公寓，家里的装修很有设计感，简约中带着温馨，处处体现着台湾人的生活美学。小陈很快就爱上了台北的生活节奏，比起南京的快节奏，台北虽然同样是大都市，但生活节奏要慢一些，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。周末的时候，阿伟会带着他去阳明山泡温泉，去淡水看夕阳，去野柳看女王头，简直不要太惬意。但好景不长，婚后3个月，问题开始出现了。最初是一些小摩擦，比如阿伟习惯把卫生间的拖鞋摆得整整齐齐，而小陈经常随手一放。阿伟会轻声提醒：宝贝，台湾这边比较注重这个，可以把拖鞋摆好吗？小陈虽然有点不习惯，但也会尽量配合。再比如饮食习惯，小陈喜欢重口味，而台湾菜普遍偏甜清淡，
她有一次做了麻辣香锅给阿伟吃，结果阿伟被辣得直冒汗，连忙灌了好几杯水。后来小陈做菜都会刻意减轻口味，迎合阿伟的口味。这些小摩擦靠着两人的相互理解和包容，倒也慢慢适应了。但真正的大风暴是在他们结婚半年后的一天突然爆发的。那天是农历7月15，中元节。在台湾，中元节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，俗称鬼节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丰盛的祭品，祭拜好兄弟。而阿伟家呢，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家庭，对这个节日格外重视。那天一大早，婆婆就打电话来，要他们回家参加家族的中元普渡仪式。小陈虽然有点排斥这种活动，但为了给婆婆留下好印象，还是痛快地答应了。到了阿伟家，小陈傻眼了。只见客厅的神桌前摆满了祭品，全鸡、全鸭、5生猪头、鸡、鸭、鱼、虾，还有水果、糕点、纸钱等等，阵仗非常大。婆婆正在忙前忙后准备着仪式需要的各种物品。来，媳妇儿过来帮忙。婆婆热情地招呼小陈，小陈硬着头皮上前，按照婆婆的指示帮忙摆放祭品。这时婆婆拿出一套红色的衣服递给小陈，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祭服，等一下拜拜的时候要穿。小陈接过衣服，心里已经有点不适了。他在大陆长大，虽然家里也会过清明节、中元节这些传统节日，但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仪式，更别说还要穿专门的祭服了。但最让小陈震惊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仪式开始前，婆婆郑重其事地对小陈说，媳妇儿啊，我们家有个传统，新媳妇第一次参加中元普渡，要向好兄弟敬酒，请他们保佑我们家平安顺遂。说完，婆婆递给小陈一杯米酒，示意他站到神桌前。小陈当场懵了，虽然他不是无神论者，但在大陆的教育下，他对这些迷信活动一直持保留态度。现在要他给好兄弟敬酒，简直是挑战他的心理底线。看到小陈犹豫的样子，婆婆有点不高兴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规矩，你不会连这个面子都不给吧？阿伟见状，连忙在一旁打圆场。妈，小陈可能不太习惯，要不我来替他不行？婆婆斩钉截铁地打断阿伟的话，这是媳妇该做的事，由别人代替不吉利。再说了，又不是要他做什么难事，就是敬个酒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小陈站在那里，感觉十分尴尬。一方面，他不想得罪婆婆；另一方面，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这种在他看来近乎迷信的习俗。最后，在阿伟的再三劝说下，小陈勉强同意了。他战战兢兢地站在神桌前，双手捧着酒杯，按照婆婆的指示向空中敬了3杯酒。整个过程中，小陈的表情非常不自然，手也在微微发抖。婆婆看在眼里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仪式结束后，婆婆把小陈叫到一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媳妇儿啊，我知道你在大陆可能不习惯这些，但既然嫁到台湾来，就要入乡随俗。这些习俗虽然在你看来可能有点迷信，但对我们来说是对祖先和传统的尊重。你这样勉勉强强的态度，不仅对祖先不敬，也让我这个婆婆很没面子。小陈听完，内心更加委屈了。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适应台湾的生活了，婆婆却还要求她接受这些在她看来非常落后的习俗。但为了家庭和睦，她只能低头道歉。对不起，妈，我下次会做得更好。回家的路上，小陈终于忍不住向阿伟倾诉，这种祭拜仪式在大陆早就不流行了，怎么台湾这么发达的地方还这么迷信啊？我真的接受不了。阿伟叹了口气，解释道，台湾虽然经济发达，科技先进，但民间的传统信仰却保留得很完整，特别是像我家这样的传统家庭，对祭祀活动格外看重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文化传承。小陈虽然听进去了一些，但心里依然排斥。他没想到，这只是他适应台湾生活的第一个坎儿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。公公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，家里的神桌上供奉着多位神明，每天早晚都要上香。婆婆则是个算命爱好者，
家里经常请风水师来看宅子的风水，还根据小陈和阿伟的生辰八字决定他们房间的布置。有一次，小陈想搬动床的位置，让房间更通风，却被婆婆严厉制止：不行，床的位置是根据你们的八字定的，动了会影响运势。小陈无奈，只好作罢。他渐渐发现，在台湾这个看似现代化的社会里，传统信仰和民俗观念依然根深蒂固，特别是在长辈中间。这和他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陈和婆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，不仅仅是祭祀和风水问题，还有很多生活习惯上的差异。比如说，婆婆特别讲究坐月子，当小陈怀孕后，婆婆就开始为她准备各种月子用品和补品。小陈本来计划生完孩子后很快恢复工作，但婆婆坚持要她按照台湾传统做足1个月的月子，而且要遵守各种繁琐的规矩，不能洗头，不能碰冷水，不能吹风，要吃特定的月子餐等等。小陈觉得这些规矩太迷信了。他在南京的朋友们生完孩子后都是科学坐月子，该洗头洗头，该出门出门，恢复的都很好。但婆婆却认为这是对下一代负责的表现。如果不好好坐月子，不仅对产妇自己不好，对孩子也会有影响。你看看现在大陆那些年轻人，月子没坐好，30几岁就浑身病痛，这都是落下的月子病啊。婆婆振振有词地说。小陈想反驳，又怕得罪婆婆，只能默默忍受。好在阿伟很理解她，私下里总是安慰她，等生完孩子我们就搬出去住，不用天天面对这些。但最让小陈崩溃的事情还是在她生产后发生的。小陈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全家人都非常高兴。按照台湾传统，男孩出生满月要举行收弦仪式，就是在宝宝脸上贴上红色的喜字面饼，象征着孩子不再流口水，会带来好运。小陈对这个仪式倒没什么意见，毕竟只是个可爱的传统。但接下来婆婆提出的要求却让她彻底崩溃了。婆婆说，按照我们家的传统，孩子满月后要由我带去拜门口婆，求她保佑孩子平安长大。门口婆是什么？小陈一头雾水。阿伟解释说，门口婆是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一种神明，据说是守护孩童的女神。在台湾某些地区，特别是传统家庭，会有这种习俗。小陈听完就炸了，什么？把我刚满月的孩子带出去拜什么门口婆？这么小的孩子，免疫系统还不完善，带出去很容易生病的。再说了，这不就是迷信吗？婆婆听了很不高兴，这怎么能叫迷信呢？这是我们家几代人的传统，我们家的孩子从你公公那一辈开始，出生后都要去拜门口婆，保佑平安健康。你看你公公、你老公不都好好的吗？小陈和婆婆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阿伟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一边是自己深爱的妻子，一边是从小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，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调和。那天晚上，小陈躲在卧室里痛哭不已，他给我打电话倾诉，弟姐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尊重台湾的传统文化，但这已经超出我的接受范围了。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这么小就被带出去拜什么门口婆，万一着凉生病怎么办？而且这种迷信活动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好处？我能理解小陈的感受。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现代女性，她接受的是科学教育，对这些民间信仰自然持怀疑态度。但同时，我也理解台湾长辈的心情，他们坚持这些传统习俗是出于对下一代的关爱和保护。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冲突啊！两岸同胞虽然同根同源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，在很多观念上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差异。在大陆，特别是城市地区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，很多传统习俗已经简化，甚至消失了。年轻人更注重科学理性，对那些看似迷信的传统多持怀疑态度。而在台湾，虽然经济发达、科技先进，但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却保存得非常完整。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高知精英，很多人都会去庙宇拜拜、求神问卜。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社会落后，恰恰相反，这体现了台湾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。我建议小陈，与其一味抵制，
不如试着理解这些习俗背后的文化内涵。当然，如果某些习俗确实有潜在的健康风险，比如带刚满月的婴儿出门拜神，她可以和婆婆商量折中的方案，比如等孩子大一点再去，或者用其他方式代替。小陈听了我的建议，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，但她依然坚持不让婆婆带孩子去拜门口婆。第二天，阿伟找了个折中的方案，他和小陈商量，让门口婆的神像请到家里来，这样既能满足婆婆的心愿，又不用带孩子出门冒险。小陈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，但当婆婆真的把门口婆的神像请回家，并且要在客厅专门辟出一块地方供奉时，小陈又不乐意了。我们家本来就小，现在客厅又要摆一个神像，这像什么话？再说了，我不想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种迷信的环境里。小陈对阿伟发火道。阿伟无奈地说，就一个小神像而已，又不碍事。再说了，这对我妈很重要，就当给她一个面子吧。小陈咬着牙说，好吧，但只能暂时的，等孩子满周岁，这个神像就必须拿走。婆婆听说小陈同意了，非常高兴，立刻张罗着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。她还特地做了许多传统糕点分送给亲友，宣告孙子已经受到门口婆的庇佑。这件事虽然暂时得到了解决，但小陈和婆婆之间的隔阂已经形成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两人经常因为各种传统习俗和育儿观念发生争执。比如，婆婆认为婴儿啼哭是正常的，不应该马上抱起来，免得孩子被宠坏；而小陈则坚持婴儿啼哭是有需求的表现，应该及时回应。再比如，婆婆坚持要给孩子带各种护身符，说是能辟邪保平安，而小陈则认为这些东西不仅没用，还可能存在安全隐患。就这样，小陈和婆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阿伟夹在中间调解，却往往两边不是人。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孩子满周岁的时候。按照台湾传统，孩子满周岁要举行抓周仪式，就是在孩子面前摆放各种物品，看他第一个抓什么，以此预测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比如，抓到算盘代表将来会从商，抓到书代表会读书成才，抓到笔代表会成为作家等等。对于这个传统，小陈倒没什么意见，觉得挺有趣的。婆婆为此张罗了1个月，准备了各种物品，还请了亲朋好友来观礼。仪式那天，小家伙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坐在一堆物品中间，好奇地东张西望。大家都屏息等待，看他会选择什么。令所有人惊讶的是，小家伙居然先抓了放在角落里的一个小小的地球仪，这可不在传统的抓周物品之列，是小陈特意加上去的。婆婆愣了一下，然后惊喜地说，哇，抓地球仪，这代表孩子将来会周游世界，见多识广啊。小陈也笑了，说不定他会成为地理学家或者外交官呢。在场的亲友也都纷纷称赞，说这个孩子将来不得了，一定会有出息。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和谐。这件事之后，婆婆对小陈的态度明显软化了，她开始尊重小陈的一些育儿理念，不再强行干涉，而小陈也变得更加包容，不再对台湾的传统习俗嗤之以鼻。他开始理解，那些在他看来迷信的习俗，对台湾人来说是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。尽管他不必完全接受，但可以保持尊重和理解。渐渐的，小陈和婆婆找到了相处的平衡点，他们开始尝试互相学习。婆婆教小陈做台湾特色小吃，小陈则向婆婆介绍大陆的时尚潮流。有一次，婆婆主动提出要去参观小陈工作的公司。原来婆婆一直以为大陆的工作环境比较落后，没想到小陈的公司不仅环境优美，设备先进，而且福利待遇也很好。婆婆不禁感叹，现在的大陆真的发展得很快啊，和我们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小陈也在婆婆的带领下，深入了解了台湾的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。她发现这些习俗虽然看似迷信，但背后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。比如中元普渡不仅是祭拜亡灵，也是提醒人们感恩和珍惜。收贤仪式则象征着孩子成长的重要里程碑，是家人表达祝福的方式。当然，
小陈始终保持自己的底线，对于那些他认为可能影响孩子健康的习俗，他会坚决反对，但方式上变得更加委婉和尊重。3年后，小陈和阿伟又生了一个女儿。这次，小陈主动提出要按照台湾传统给女儿取名字，还请婆婆帮忙选择良辰吉日举行满月酒。婆婆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而让小陈感动的是，在她坐月子期间，婆婆既尊重台湾传统，给她准备了营养丰富的月子餐，又考虑到她的接受程度，没有强制她遵守那些过于严格的规矩。小陈可以适当洗头、看手机，婆婆也不会指责她。这种相互尊重和理解，让2个原本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找到了共处的方式。现在，小陈和阿伟的家庭生活得非常和谐，他们的孩子既能流利地说普通话和台湾国语，也能理解两地的文化差异。小陈常说，这种双重文化背景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回顾这段经历，小陈对我说：“丽姐，我当初真的太钻牛角尖了。其实台湾的传统习俗和大陆也没那么不同，只是保留的更完整而已。我们不必完全接受，但可以学着理解和尊重。”我完全赞同小陈的看法，两岸同胞同根同源，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即使因为历史原因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，但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是相通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青年选择跨海联姻，这既是缘分的使然，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各种文化冲突和生活摩擦，但只要双方能够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，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和谐相处之道。就像小陈和阿伟这对夫妻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可以跨越海峡，文化可以相互融合，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。这不仅是两岸婚姻的相处之道，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启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两岸婚姻故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历和感受。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文化冲突，希望小陈的故事能给你一些启发和帮助。我是丽姐，一个见证了无数姻缘的红娘。我相信真爱可以跨越一切障碍，包括文化的差异。只要2颗心足够靠近，再远的距离也能变得很近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